Hello，大家好，这里是新这次视频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 Midlight 团队最近新开发的一个插件这个 Pixelsword。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个插件是干什么的。首先，它跟前面的那个 Pixelscore 是非常像的，就是它是根据用户输入的一些指定的脚本来渲染像素。比如说，我现在打开这个 Edit。我现在点这个 Edit 之后呢，它会出来一个窗口，这个窗口呢就是给用户输入表达式的地方。比如说呢，它现在我们场景中什么都没有，对吧？我们现在呢给它一个炫彩的光芒，比如说这个 Max， 然后 UV:0:1，这样的话呢，它会产生一个彩色的渐变。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我们彩色渐变就生成了。然后呢，我们想让这个蓝色通道让它跟我们的 Slider 0挂钩的话呢，我们只要写上 Slider 0就可以了。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调整我们的这个蓝色通道的颜色了。可以说呢，这次 Pixelsword 的开发呢是非常成功的。第一个呢，是它比我们的 Pixelscore 快特别多倍，因为我们的这个 Pixelsword 它是基于 GPU 进行渲染的，它是基于这个 OpenGL， 就是大家玩游戏的时候，经常这个游戏公司会用到的一个技术啊。这样的话呢，就是能接近适时的速度去渲染我们的画面。如果是放到我们的 Pixelscore 的话呢，它从这里渲染到这里的话呢，大概需要花上10到15秒钟的时间。应该说提升了不少，而且我们的这个场景不管它多复杂，它渲染的时间远远只是这些因为这个 GPU 计算速度是非常快的，这个 GPU 的这个计算就是渲染我们这个图像的计算不会太占时间，除非你的场景特别复杂当然，如果我们的这个场景一复杂起来，相比于我们之前的这个 Pixelscore 的话呢，我们 Pixelsword 肯定是表现更优秀的，这个大家不用担心。还有另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地方呢，是我们的这个 Pixelsword， 它可以直接的来我们的这个 ShaderToy 这个网站上，把你看到想要的效果呢，直接可以拖入到我们的这个 Pixelsword。比如说，我现在想把这个漂亮的星云，我想把它放到我们的场景中，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它的这个感觉是这样的。然后我现在想把这个星云呢放到我们的场景怎么办呢？我们把右边的这个着色器代码，把它给复制下来，复制，然后呢在这里粘贴。当然，你粘贴之后的话呢，你是什么都得不到的，因为我们的这个 Pixelsword 它是有一些内置的一些这个约定的，就是说你必须要这么写，然后我才识别你的代码，对吧？并且这个 ShaderToy 的它上面也有它自己的约定，所以我们要把它上面的约定转化到我们上面的约定，怎么办呢？我们打开这个 Debug Window， 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报错提示，我们根据这个报错提示来修改我们的代码。比如说这个 ShaderToy 的上的这个代码的话呢，它会有这个 iTime， 那么我们把这个 iTime 给改成这个 time 就可以了 ，define iTime， 然后 time。因为我们的这个 shader， 因为我们的这个 Pixelsword 它用的这个时间的这个全局变量呢，只是 time。然后呢，我们再 define 一个新的 define，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 iResolution 改成 resolution， 依旧是我们的这个 Pixelsword 它的这个全局变量叫 resolution， 不是 iResolution， 所以我们把它改回 resolution。还有其他的吗？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点 OK，iResolution 还是错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刚是不是打错了 iResolution， 这儿多打了一个 L。我们再看一下，出现了一批新的错误。我们来看一下这批新的错误呢，其实是在这个 main 函数里面的。ShaderToy 的这个 main 函数的话呢，它是 main image， 然后里面的输入是 fragment color 跟这个 fragment coordinate。我们把它们俩这个给删掉先，然后呢，把这个 main image 改成 main 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来到它的下方，把这里呢算的这个 UV 属性呢直接给改成 UV， 然后到最后这里的话呢都不需要更改了。我们来看一下，它还是报错了。我们来看它这次是什么错误？它最后一个错误呢是 fragment color， 我们把 frag color 给定义好。define frag color， 在我们的 Pixelsword 里面的呢，这个输出颜色呢就是 out color， 把它改成 out color 它没有报错。那么我们的这个场景就导入进来了，我们把这个场景就导入到我们的 AE 中。我们来拖一下进度条来看一下大家看这个漂亮的这个星云的这个效果呢，就出现在了我们的屏幕上，非常的可爱。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星云在缓慢的转动而且我们的这个渲染，我们来看一下。它还是非常快的，不管你的代码有多复杂的，它都会帮你保持这个速度。
当然我现在是开着这个录屏，所以会稍微慢一些，实际上并不是这么慢。我们来试试的预览一下。我们再举一个第二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我现在看到这个效果又很棒，我想把它导入进来怎么办呢？把它给复制下来，把它给复制到我们的这个合成中，点 Edit， 然后呢把这个刚刚的这个 shader code 全部删掉，然后粘贴我们新的这个 shader code， 然后点 OK， 看它的这个报错信息。首先是这个 eye resolution 跟 eye time 依旧是需要把它给转化到我们的这个定义上。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场景就 OK 了，就出现我们的这个 shader toy 上面的这个小场景呢，就成功的应用到我们的 AE 中了。来看一下。好的，其实除了这样的一个效果呢，我其实平时还整理一些其他的好玩的特效，比如说这个水流，我们看一下水流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这个呢是在场景中生成一个类似水的这样的一个图案吧。然后呢，还有这些我都忘了是什么了，我们来看一下吧。哦，就是一个云彩，一个不断穿梭的云彩，不断穿梭并且变色的云彩。这些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 Pixelsworld 来完成。然后呢，还有一个主题风格的一个效果，就是下雨天我们的开车回家的时候，这个路上的街景，我们来看一下。然后呢，再是火焰效果，一个小的火焰效果，啊，非常的炫酷。还有这个非常猛的火焰，我们来看一下。非常猛的火焰，那它就烧得非常厉害。呵呵啊，以及呢，我们的这个海洋效果，海洋效果会在我们的这个场景中创建出一个真实的海洋，并渲染出来给我们看，就是这样的感觉。我把这个尺寸调小一些。然后呢，再是一个 AE 中也有的效果 Voronoi。它是会创造一些这个类似细胞的一些运动的细胞的这样的一个图案，我们来一起看一下。那这样的一个效果啊，所以你可以看出这个 Pixelsworld 目前来说基本上是无所不能的啊，你甚至还能用它呢来执行一些 AE 的这个脚本。怎么执行呢？比如说我们切换到这个 Lua 模式。然后呢，比如说我想让它弹出一个窗口，写出这个 Hello World， 怎么办呢？就直接打入 PW 点 ，PW 就是代表这个 Pixelsworld，PW 点，然后是 JavaScript JS， 然后里面输入这个 alert， 然后里面再输入这个 Hello Pixelsworld 吧，都是 World。那么它就会在每一帧执行这个指令，弹出这个 Hello Pixelsworld 这样的一个窗口。当然了，你甚至可以执行这个 CMD 指令，比如说我想在 CMD 打入这个 Hello Pixelsworld， 然后再让这个 CMD 暂停 PAUSE， 就会弹出一个 CMD， 然后上面写这个 Hello Pixelsworld， 然后请按任意键继续。每一帧呢，它都会执行这个 CMD 指令，所以呢，你可以设计一个程序呢，比如说让这个渲染结束的时候让自动关机之类，这些都可以用我们的 Pixelsworld 来做到，因为它可以内部的执行这个 CMD 指令，并且呢，这个 Lua 库呢，它是支持导入外部的这个C 语言的库的，也就是说，你可以用 C 语言写一些你自己想要的一些小程序。然后通过外部导入到 Pixelsworld 里面，然后在 AE 中读取你写的小函数，你写的带有自己丰富功能的小函数。然后，比如说你想自己建立一个服务器，这个想把这个渲染的结果、渲染的缩略图发射到服务器上，在服务器上可以看，比如说你现在这个下班回家了，这个想通过手机来看到你这个渲染的，你这个公司里面这个图像渲染的样子呢，可以自己写一个外部的小程序去链接它们。让 Pixelsworld 去接收
把这个 Pixelsword 放到一个最高的一个调节层上，然后让它接收全局的这个渲染结果，然后并把它这个 resize 一下，并把它这个压缩一下，然后发送到你的服务器上，然后在服务器呢接收图片发送到手机之类的，这些都是可以实现的。也就是说 Pixelsword 呢，它也提供了跟外界的这样的一个链接的一个可能性吧。如果是在未来的 5G 时代的话呢，我们通过这个 Pixelsword， 甚至你可以通过手机去跟这个 AE 进行交互，这些都会成为可能。这是我们给这个 Pixelsword 预留的一些空间。还有更多的呢，其实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一些功能，比如说这里的这个 parameters、这个 sliders、angles、这个 points、3D points， 就是这些的话呢，就是一些 AE 自带的一些控件了。这些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说的。如果你想导入它们的话呢，欢迎阅读我们的这个Pixelsword 的官方文档，我们把文档呢放在这个 Midlight Tech 里面。你进入到这个网站后呢，找这个 Product List， 然后找 Pixelsword， 然后点下面的这个图片，就可以得到我们的这个 Pixelsword 的文档，里面会有这个每个功能的这个详细介绍，大家可以过来看一下。还有这里的这个 Advanced 的话呢，目前我们的这个语言只支持这个 GLSL 跟这个 Lua。我们未来呢会支持更多的语言，比如说 Python 或者说 C++ 之类的一些这个，虽然 C++ 是需要先编译再运行，但是也有一些类似 C++ 风格的这些前台语言都可以用，还有一些其他，比如说 Torch 之类的，或者说是一些数学语言，比如说这个 MATLAB 前台的脚本之类的。我们都可以放到这里运行啊，甚至你可以用它之后进行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深度学习的一些开发，比如说你在这个 Pixelsword 让这个图像每一个像素呢存储你每一个这个人工智能这个神经节点的数据，对他们用一些矩阵，然后进行一些计算都是可以的。因为这个 Pixelsword 它是基于 OpenGL 的，它是基于这个 GPU 的，所以算这些东西呢会非常快，它也给你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感谢大家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呢，欢迎持续关注，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